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是一个古村落啊。那这个村落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它的地理位置十分的特别，因为它整个村庄呢都是建在悬崖峭壁之上的，也叫悬空村。悬空寺呢，可能大家就已经有听过或者看到过，我以前也有拍摄过，就是在贵州的时候。但是悬空村呢，可能听到或者看到的人就比较少了。难道村子还能建在空中不成？但是事实上呢，也确实是如此啊。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山西省的宁武县的大山里头，在这里呢就有这么一座村庄，它是悬挂在空中之上的。这个村庄呢，它是背靠着悬崖，面对着深渊的，房屋呢全部都是建造在海拔2300多米的这么一个峭壁之上。也正是因为这个村庄它是悬挂在悬崖峭壁之上，所以呢也被称作悬空村。现在我们就一步步上去看一下，看看这个村庄为什么会建在这么险峻的一个地理位置之上，以及当地人是怎么建立起来的。环绕着这个山体一直往上走，才能上到去。从山下走到半山腰这里呢，有一片空地啊，这里叫做马蹄教场。听说呢，以前呢是有士兵在这里操练的，因为整个外形呢在空中俯瞰呢是一个马蹄的形状，所以呢也叫马蹄教场的。听说在夏天雨水比较充沛的时候，从悬空村上边流下来的山泉水就会形成2道瀑布，然后流到最底下的。山泉水流到最下边呢，这是一个池塘。现在呢，我继续往山上走。现在这个瀑布的水流已经很小了，基本上看不见。可能夏天雨水大的时候，山泉水大一点的时候就看得到倾泻下来的瀑布吧。这样往上看都看得到上面的那个木栈道了，悬空的支架。从这底下往上看呢，看得到整个村庄的主干道它是悬空的，用木柱子给立起来支撑着。我现在呢是来到了村子的大门口这里了。大家看得到这个大门口呢，它四周围是建立了这个石壁的，然后唯一的入口呢就是里边那个有木板夹层，里面开了一个小孔，然后我们进入村子的人呢就穿过这个小孔就能进去了，一个正方形的小孔。所以我看到这个大门的风格啊，我觉得有点理解为什么他们要选择把村庄建立在一个悬崖峭壁之上了，因为可能是抵御外敌或者抵御入侵。你看他们把这个门口建得很防御性，所以说他们可能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犯，才会把村庄选在这么一个险峻的地理位置。这样子的入口是易守难攻的，只要把这个里面的小孔给盖上，人就进不去了。从这下面上来之后还有阶梯的，还要继续往上走，走到第3层才是村庄。一上来就看见小黑，这前面就是村庄了。这个悬空村从远处看还是很壮观、很惊叹的，因为它整个村落都是建在悬崖峭壁之上，远处看的就像是一条腾云驾雾的巨龙。然后村民一出门就是面对着100米高的悬崖。村里面的主干道呢，就是这么一些原木砌起来、搭建起来的一个栈道，而且这缝隙很大呀，这木头跟木头之间的缝隙很大。这个原木除了它间距很大呢，而且是十分的松动的，踩在上面都会滑动，所以说走在上面呢特别的提心吊胆。如果来这里走一趟啊，感觉都能治疗你的恐高症了。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晃动的很厉害。悬空村里的房子户户相连，房屋都是用石头还有木材所建造的。村子里随处可见的就是整条的原木。由于地面不够，所以房屋呢只能向空中延伸。我发现大多数的村民家里房屋都是2层的阁楼，让人不由得感叹村民的建筑才能。虽然这里的地势比较险恶，但是景色却是清新脱俗，宛如一幅别致的山野图画。村民一打开门呢，他们的眼前就是万顷林海。据考证，300多年前，村民的先辈们就已经到达了这里。几百年过去了，人们也无法准确地得知当年的先辈迁徙到这里的确切原因。不过，村民祖先们选择这一块远离城市的山清水秀之地，建立起了这独特而罕见的村庄，
不得不说，真的是一个浪漫超前的抉择。当地的村民在洗衣服了。这个水不是自来水吧？哦，泉水。泉水引下来的。哦，泉水引下来的。哦，它就一直在这里流着呀。对，它现在它不是好家伙，它已经动了昨天。哦，昨天动了。对。那有冻坏吗？这个水管？也有冻回去了。哦，昨天晚上很冷哦，现在天气降温了。对，昨天晚上降温了，降到好像有0度了吧？对，有0度了哈。哦，所以说水管都冻了。对。像你们住在这里住多久了，大叔？哎呀，我都50来年了。哦，都50多年了，住在这里，就在这里成长了。对，我都记着3辈人了吧，3辈了。对，3个祖辈在这里了。对。哦，3辈，反正就住了3代人。对。嗯，3代以上的就不记不清了。嗯。记不清了。所以你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建一个那么险峻的村庄。对。也记不清了哈。对，记不清了。历史太遥远了。对。大叔，谢谢你啊，谢谢。继续往前去逛一下。这他们当地自己上山去采的菌类，新鲜采出来。从悬空村这里往外边望去啊，这个景色是真的很美的，很宜人。在村子的正中央，这里还有一棵大树，树下还可以荡秋千。大爷说这边就上山了，没有路了。大爷你在干嘛？这是什么？这个是到地里边捆那个庄稼呀。哦，捆庄稼。你们当地种的是什么庄稼呀？哦，种的黄秸，就是放这个胡麻油那个。哦，胡麻油。芥麻油。哦，芥麻油。哦，土豆。土豆。哦。主要主食就是土豆嘛。哎，对。你们的田地在哪儿啊？平地啊。啊，这都是山啊，没看到田地啊。现在也没有个好平地了，平地多久都到下面，多久修这个地方给占了。哦，修这个地方都给占了田地了。哎。原来田地在下边。那现在没有办法种地了哟。哦，是吧？就你一个人住在这儿？我在下边住的。哦，在下边住。哦，这里应该是没有人住的，我看房子挺烂的。对，现在村子都只剩下老人了，是不是啊？没看到年轻人。是的吧？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哦，对，哦，就像你这年轻人都在外面的。嗯。我这像20口人了。哦，20口人。哦，20来口人了。20来口人，那没多少人了。嗯。那没多少人了。没多少人了。嗯。现在在悬空村这里能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游客，还有当地的独居的老人了。就多数的年轻人了，还有一部分的村民，其实他们已经搬出去到了城里去居住、去工作、去生活去了。所以在这里呢，看到的还是挺冷清的一个村里面的景象的。特别是村里面只看到几头小狗，然后还有几个村民。听说村民也只剩下20多口了。然后这里的村民呢，还是保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耕的这样子的农耕生活。这里其实看起来有点像，如果它并不是个景区的话，其实还是有点世外桃源的那种感觉的。当地的村民说，他们就是在山下这个地上，剩下的一小片地上种吃的，种菜啊，或者种土豆。然后这个山泉水从山上流下来，源源不断，这是当地村民主要的生活用水。他们会用那个水管把它引到家门口。然后当地的民居，家家户户都有这样子的小院子。住起来应该很舒服。
买一个红薯吃。哇，你们这当地的红薯吗？这是那么大个。从山对面这样子看过去，这个悬空村呢，它是呈一个一字形的分布的。从悬空村上下来了，下到山底下来了。这个海拔还是挺高的，2300多米，走起来有点喘。这山上摘的吗？对，山上摘的，过几天就没有了。哦，下茶了。这跟我之前在路上摘的那种小树莓也挺像的。不是，你摘的是野草莓。哦，野草莓。这个是。我还记得之前跟阿桑哥在那个大峡谷里面摘的那个小树莓，然后吃了，回去拉肚子，拉了我一晚上。所以我这次看到覆盆子，还有就是树莓，就不敢吃了。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半斤把这个床那个坐垫背后弄了好多这个毛啊，这样子粘一下。我终于把车子给收拾好了，待会儿呢就跟半斤直接去那个悬崖栈道那里去看一下吧。我们逛了这个村子呢，发现这个村子其实在住的那年轻人是很少的，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在住。但是这里的风景很优美，然后呢这边的生活节奏也很慢，真的给我的感觉就有点那种世外桃源。只是可惜这里是作为一个景点，然后才开始收费了。以前好像不收费的，后来收费了。很悲催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相机又摔坏了，就是我的这个镜头，刚刚我在上面拍摄的时候，一阵风吹过来，然后它架在三脚架上，打在那个木头上边，然后这个镜头又摔裂了，就是我不能变焦，就只能这个距离去拍摄，不能放大，不能缩小，所以又得换一个镜头。这是我第4次还是第5次？第5次吧，第5次把这个镜头给摔坏了。怎么说呢？太不小心了，真的只能怪我自己，太不小心了。每一次摔相机裂的都是镜头，就是这里裂了，然后就不能用了。奇怪了，最近好像做什么事情都不太顺利耶。我导航显示我去那个悬崖栈道只要3.5公里就可以到了，很快，就在这旁边。进入福知县。好多小羊啊！这边的羊怎么那么小只哎？它们的腿真的好短啊！半斤真的很想去了，很想冲下去了。它的血性被激发了。哇，这个小羊真的好可爱，而且它们的毛好白啊！这里的羊毛特别的白。